像这一次的那个第7波信用管制哦，房市吹冷风，而且吹得很急嘛，它急涨也急动哦，它没有跌哦，没有说它急涨又急跌，像股票那样，它说急涨啊急动，急动就是说交易量要变低，可是你真的没看到谁在那边实价登录一直赔钱的哦，就没有。好，那急涨也急动的情况，交易量大幅变少的情况之下，公寓是还在缓涨的呢，还在蠢蠢欲动的呢，没有啊，那预售跑太急了，然后公寓都那么便宜，到现在还在那边吐街这样哦，那这个就是大涨周期。那大涨周期发生急动的事情，公寓有可能会掉队，就像现在，不然的话，如果大涨的态势持续到现在，这公寓还会就不是今天这个价格。总之啊，就是你预算有限哦，那你又要自产的话，你选公寓3房哦，这个坪数大哦，它涨起来你会很有感觉。选择电梯大楼的3个关键技巧，避免常见的陷阱哦。先说结论：第一，不买小社区；第二，找屋龄落在22到24之间的房子；第三，2房没车位，3房有车位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刚刚讲的那个都是高雄条件哦，台北的话你自己在研究。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买公寓置产好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哦，电梯大楼置产好吗？哦，那这次我们就来讲电梯大楼。那电梯大楼不用多讲了，有能力你就是直上电梯，就想办法就公寓换成电梯大楼，自己生活也会比较舒服。所以这次我们就来讲买电梯大楼大概要怎么挑哦。我有3个建议：第一，不买小社区，高雄条件啊，再强调一次，就是你尽量选落在大概100户以上200户以上的这种社区。社区太小的话，很容易会遇到管委会经费不够的状况。这真的它的问题蛮多的。就比方说你晚上是没有那个管理员的。然后那个晚上的宅配到了哦，然后要冰啊，要什么都很麻烦哦。然后小社区啊，你很容易就会轮到去当那个管委啊哦。那这间房子你是拿来自产出租的，你又不住这里哦，那你也不可能叫你的租客来那边当个委员哦，所以变成你被迫轮到要当的时候，要一直往这里跑哦，那就不符合我们讲的无脑出租原则。那大社区的话，当然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什么管委会乌烟瘴气的情况，因为管委会钱呢就很多。可能会引来一些有心人士的觊觎这样，不过说是这样说，实际上都还好，因为管委会有没有在做事，你走一趟大概就了解的10之8九了。所以社区的话，就是你尽量不要去挑小社区哦，小社区管理费不够，之后修电梯都会没有钱，都是大家还要额外再拿。那户数大于200户这个没关系哦，那也不是说越大越好啦。高雄市的大的社区超过1000户的社区有限。其实也还好啊，也没有出什么乱七八糟到爆的事情哦。来，第二点，屋龄的话，我就建议你找20以上啊，22到24之间的中古屋。原因是你走一趟以后你的屋龄啊，到你要卖啊，还没有30年哦。那你要卖掉还是算好卖哦。那银行建价上都还算有一点优势哦。那一样是高雄经验哦，这个经验不能用在台北、双北一堆房子已经都30、40年以上。那再来你要知道买中古电梯大楼还要注意什么哦？那接下来我们讲第3点车位哦。你买电梯大楼必然就会遇到车位的问题嘛。那我的建议是在高雄你2房没车位没差啦3房必须要有车位因为那个是租客或是你的下一手买方它的组成它就是会需要车位这样。每次讲到这个就会有人要来站2房也要有车位啊什么什么，那是台北在高雄已经有一堆案子开出来，就是你车位根本就是不够的。然后2房我自己也有，就是租客也没有在用那个停车位了。他还跟我要第2个、第3个机车停车位，我怎么生得出来给他，叫他自己想办法，就是这样可是3房你最好就是要有车位，机械也没差因为3房的组成啊，就小家庭了为最大宗，这个他们都会有车，没有车位的话，他们几乎不会考虑。那如果你没车位，你又要出租，也不要紧张你就去社区帮他问好可不可以租，如果他确定要租你的房子的话，你去帮他马上把它租到手，这样也可以。但是这个又有一个变化球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看的这间3房是地段超级好的地方，或是一个很厉害的社区，那没有车位但有房子是你也要硬上你也要先上再说，因为车位的问题之后还是有机会会解决。你可以跟其他那个没人在用车的那个租啊或是你就那边一直挂卖，有没有人要卖车位，那运气好的话就会被你等到那车位的选择的话，
有就好了哦。你是机械车位跟平面车位是都可以，因为那个都叫做有车位哦，它都是可以大包小包逛完好事多以后，直接开进地下室，外头还下着大雨哦，那它开进地下室就不会淋雨了，然后再让直接搭电梯上楼，这就是现代都会人要的方便哦。OK， 那我们再来讨论两房的车位哦，两房到底要不要买那个有车位的？我每次讲这真的都会被人家赞。但我现在的看法哦，还是认为两房可以不用带车位。当然你钱够的话，有一个两房带车位，你把它买下来是不会怎样哦。那两房的话，预设就是不要有车位。我要先承认哦，我手上有一个两房有平面车位哦，没办法，那个社区等那么久了，然后就释出这一户啊，就两房带车位怎么办？就该买下来啊，不然怎么办哦？好，那没有带车位哦，你的总价会便宜啊，便宜都是100万以上啊哦。那到时候你在卖的时候，其实是有那个速度上的优势。当然你会遇到说没有车位就跳过，那你就不要理他嘛哦，就这样。现在多的是两房没有配到车位的啊，建商还不是这边毛起来交屋哦，就是这样。而且很多两房的，不是说很多，绝大部分两房的租客都那边骑车上下班。我说高雄哦，你不要再拿台北双北的东西来讲了。哦，高雄骑车上，因为高雄的机车才是太过方便。高雄现在的路网不算成型哦，就红线跟橘线哦，做一个十字，然后把大家圈起来的东西叫做环状轻轨，那个都在地面上，那个不是现在除了学生以外啊，那个不是上班族通勤会去依赖的东西。要等捷运黄线来让高雄的路网来稍微成型，这样路网成型这件事情没有终点的啊。你看台北已经很方便，还在盖哦。那你说它的终极版本长怎样？你看香港哦，你看新加坡，你看日本哦，还在盖，就是这样哦。这东西没有终点的。高雄的两房租客哦，他骑车上下班，他就跟你说那个我们要用停车位可以便宜一点嘛，就会变成这样哦，就很麻烦。好，那最后你要知道，自产该选电梯大楼两房还是公寓三房哦。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我很常被问到，就是有一笔钱，那你应该是要自产电梯大楼的两房还是公寓的三房？为什么？因为它总价差不多，可是那个公寓三房空间大很多，有没有？哦，那我的看法是公寓三房，公寓三房，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中产阶级自产的第一屋哦，所以你要选可以贷款80%的哦，才不会浪费掉你的首购名额。然后接下来是你要选择能够让你无脑放生哦，能够专注本业的工作哦，那你就选公寓三房，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家庭来住，那什么事情都自己解决啊，有没有车位，有没有管理费，什么问题哦？对，预算有限，那你就去选公寓啊哦，公寓的三房，公寓也是会涨的，虽然它是大涨周期里面哦，大概是最后一个梯队，像这一次的那个第7波信用管制哦。房市吹冷风，而且吹得很急嘛，它急涨也急动哦，它没有跌哦，没有说它急涨又急跌，像股票那样，它说急涨啊急动就是说交易量会变低，可是你真的没看到谁在那边实价登录一直赔钱的哦，就没有。好，那急涨也急动的情况，交易量大幅变少的情况之下，公寓是还在还涨的呢，还在蠢蠢欲动的呢，没有啊，那预售跑太急了，然后公寓都那么便宜，到现在还在那边吐街这样哦，那这个就是大涨周期。那大涨周期发生急动的事情，公寓有可能会掉队，就像现在。不然的话，如果大涨的态势持续到现在，那公寓还会就不是今天这个价格。总之啊，就是你预算有限哦，那你又要自产的话，你选公寓三房哦，这个坪数大哦，它涨起来你会很有感觉。你那个两房哦，没车位，大概都在。一定是30坪以下了哦，那以下到哪里可能20几吧，可是你公寓可能动不动你就可以卖出那个反正就30几坪然后甚至那么阳台外头有什么，你第一趟要累积膨胀你的本金，你去选那个坪数大能贷80%的东西会比较理想。然后久了以后，就像我一样啊，我都自产那个电梯大楼啊就这样。我会更建议你的是什么？就是你存点钱啊你看你有没有办法直上电梯三房。电梯三房中古了，这样啊才能够最高效的去利用你的首购80%的席位哦。而且通常啊，你又租到那个电梯三房的租客，又是小家庭都不太会换。那如果不是小家庭，又是都是认识的同事也很稳定，也不太会异动。如果要异动也是团灭，你知道，他也是一次一起搬走之类的OK， 除非他是工作要搬家或什么。所以电梯大楼三房的租客真的是很稳定超稳定的那
这个对比公寓三房哦，那公寓三房会多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的租客啊，哦，那个情侣啊、夫妻啊、哦怀孕啊、小孩子出生啊，他们会想要搬出去电梯三房这样哦，会遇到这个情况，所以电梯三房哦，真的是会比那个公寓三房来的稳定跟无脑。大概一般人哦，中产阶级换屋的终点就是换到一个电梯三房，就差不多了嘛。你要养小孩，三房也够啊，也有车位啊，也有电梯啊，老了也住里面啊，就差不多了。所以公寓就是拿来让你膨胀本金的阶段。刚讲三房，现在讲两房。两房哦一样的，两房就是你跟公寓遇到的问题会一样，只要他家庭成员有变动变多，比方说怀孕还没生，他就要搬，不要多，因为他们就需要迎接这位小朋友哦，然后就要准备车子哦，又要干嘛，然后就车位的需求跑出来，他们要跑去三房了啊，以后要做小孩房，或是准备要自己买房子，都是这样。所以一般人的中产阶级的终点大概就是换屋换到一个电梯三房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在高雄还有机会哦，努力一下，专注本业，赚钱，直上中古的电梯三房，在那边等就好了哦。所以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的哦，给你参考。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啊，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讲故事，这也是我听来的故事啊。如果你也听过的话，纯属巧合那今天要讲的是会员小雨的故事小雨。
那个会员就喜欢聊天然后来们讲很多这样那就把它包装，经过人家同意把它做成故事这样。今天这个小雨的故事小雨说他一开始就傻傻的觉得只要地点跟价格合适，他就要下手。结果后来发现像他这种预算有限，又想要稳定出租收入的人最好还是怎样，不要找太小的社区。那大社区它管理上比较成熟，那个24小时，然后规矩也有，然后再来是住户多，那实价登录刷得很快那个行情比较准于是他看那个华夏看那个小社区，有些案子就是说60-70户的这种，他就直接剔除然后他第二个在意的点就是屋龄他认为新房子很不错但是它价格很高，太旧的房子怕麻烦很多，管线然后什么的，装潢要花很多钱然后他也特别有跟那个房仲要求说，2房不要车位，3房要有车位这他也不是随便乱想的，反正他就是说，因为他以前也是住2房的，他就单身贵族然后他朋友的话是跟他女朋友就租那个2房的那他们都没有开车所以用不到那个车位然后都会要反向去跟房东去杀那个车位，不要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房东都很烦的，就是这我要另外出租什么有没的然后3房他心里想的3房就是小家庭带小孩的小家庭那当然是要有车位，因为要养那个小孩嘛，接小孩上下课嘛，就这样。小孩在骑机车很危险嘛所以通常就是有能力的话还是会买台车子二手也没关系，但至少就是给那个小朋友遮风避雨这样。但上国小叫他自己走回家就这样。过程也没有那么平顺他跟我抱怨说他看其中1间2房的社区看起来装潢都不错然后在捷运站旁边，可是那个社区就小小的，然后公设也很阳春，房仲就一直跟他推销说这管理费超便宜这样的他最后没有买，因为他觉得那个户数实在太少，然后去看那个管理费的余额，整个社区的余额才30几万，那个是不小心卡接或怎么样，那个电梯一有事情，大家又要摊钱，很麻烦，风险很大，所以他就是坚持他的不买小社区的原则。然后他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符合的，就是屋龄22年的社区，他去找到一间2房没车位，价格也在他预算里面 OK 空间方正、采光怎么都还好，中古的2房没有那么凄惨那个采光也都是 OK 的，而且厨房还有自己独立一间可以隔起来这样。然后签约当天他就签完之后就准备当房东如释重负这样。然后他自己心里知道说，等他的手上的那个资金再充裕一点他还是想要买那个3房有车位的房子，然后租给有小孩的家庭，租金又比较好，然后重点是稳定非常非常的多。话说回来就是说像小雨这样跟我一样跟你一样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然后我们比较拼命比较努力的年轻人会这么斤斤计较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因为他每一分钱都是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去赚的，所以他前期花很多时间去跑很多房子，那他要确保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本身工作很忙那他要确保的事情就是他的房子好出租、好管理，最好就是都1年见不到租客一次，这样子对他来说最好。然后他就现在也是房东就是做一个2房没车位的房东然后还是持续在存钱，然后想要之后看是要卖掉直上一个电梯3房继续自产，还是说就第2、5层硬生生给他存下去。然后一样是选一个中古的电梯3房，反正他就觉得那个小家庭租客很不错啦，我看他有点着迷这样那以我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小家庭租客真的是很不错我就租过那个小朋友还要人家签，然后过了5年吧，5年有，然后那个5年以后，那个小朋友那么大只我有一次那个什么东西管理员跟我讲，然后我去收信，然后刚好我就上去敲他们门，那个小朋友都长那么大，就这样家庭租客，这5年来找过我几次。好像个位数，就都嘛是管理室在找我说什么那个你出卡那个电费没缴或者什么的你要跟他讲一下，大概就是这样。我讲一个那个小八卦你有房子在出租，你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无聊，我们会喜欢干一件事情叫孙餐醉嘛，我们就是没事的话吃饭骑车绕，然后就绕去自己的房子里面，然后去干嘛？去看信收信，那个信箱的信，因为很多单据还是寄到，就有租客的信，然后也有那个房东的信，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自己的信嘛。然后不止一间我去收信的时候，每次都是那个房客的电费单水费单还有瓦斯单好像都没在缴的呢那我后来想通了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现在自己住在这个电梯大楼里头，我的行为也差不多。这是怎么样呢他不是说刻意摆烂忘记，而是说什么？而是说因为电梯大楼的生活真的太方便了
我们要出门哦，开车、骑车，我们都是怎样？就是住处直接就是下到地下室，骑车就出去了哦，直接下到地下室，开车然后就出去了哦，然后回来直接进地下室。可是那个信箱在1楼啊，变成说什么？我们要拿信要特别去，要特别拐过去。其实我们家的那个已经很近了，但我就懒得去，这样放着放着，想说那个信积多一点，我再一次拿，不会想说要特别去拿。除了拿包裹以外，我的租客应该也差不多哦，反正他们就是出入都跟那个社区正门没有关系哦，都是走那个车道哦，就这样，所以他们常常会那个水电单也是没有在准时拿的，然后一积就积了1份2份这样，往往还要搞到那个管理室跟我讲这样，常常遇到哦。不知道你有房子在出租，你有没有观察到的现象？就是租客很少拿信啊，真的很少拿信啊。好啦，给你参考。